共军打算用饱和式飞弹瘫痪台湾的跑道，但空军早准备好反打方案。复式炸弹架让有限架次的 F-16V 变成高密度精准火力风暴，到底能压制共军到什么程度？好，中华民国空军全面导入 BRU-57A 复式炸弹架后，一架 F-16V 真正能在一次出击中同时打击多少类型的共军目标呢？其实对于目前空军来讲，它加挂了这种BRU-57A 的这样一个复式炸弹架之后，原本其实我们也有一般的这种简易式的复式炸弹架，也就是过去空军它其实就有1×3的这样的炸弹架，也就是当一个F-16这个站位翼尖是挂 AIM-120，但是翼尖下最外侧的站位它可以挂缠斗用的 AIM-9X 飞弹，然后中间通常是用来挂空对地的这个武器为主，最内侧它一定会挂一个大概差不多450加仑左右的副油箱，延长它的航行的任务的这样的距离。那当然，未来我们 F-16V 也就是Block 70战机引进之后，这个时候呢，其实它能够吸挂的弹药就会比现在更多。首先，它可以把最内侧2个大挂架上面的2个副油箱它就把它拿来吸挂武器，而让油箱呢把它整合到机翼身上的适型油箱里面。那这时候如果再搭配上我们刚刚讲到 BRU-57A 复式炸弹架，原本你一架 F-16 Block 70战机只有2翼之间中间的挂架可以吸挂包含至少500磅以上甚至1000磅的雷射导引炸弹，或是卫星定位武器，那或者是呢它可以吸挂 SLAM-ER 或者是类似像 J 秀这类的这样一个空对地的这个远程弹药，它就可以借此让它的数量大幅增加。例如说原本可能一架只能挂2枚，但是呢透过复式挂架之后，它可以挂到4枚，甚至于我们刚刚讲到，它如果将这个适型油箱装上最内侧挂架，也可以加挂复式挂架之后呢，它一架飞机甚至可以挂到8枚左右的这样一个精准导引武器。当然最内侧较重，翼尖中央这个站位它可能是挂重量较轻的空对地精准导引武器，这样数量可以大幅增加。而且其实它甚至可以让它的这个机载武器采取不同形式的这样一个吸挂，例如说它可以同时挂2枚J 秀，再加上2枚呢什么嘞包含反辐射飞弹，让它既具备反辐射能力，又具备视距外打劫这样的能力，甚至还加挂JDAM 雷射定位这样的炸弹，让它就变成说它同时可能又具备轰炸，然后又具备反辐射，甚至还具备滑翔炸弹，也就是距外陆攻武器的这样一个攻击的发射能力。当然其实这些攻击武力的加成之后呢，最重要的观点是要让一架战机它其实能够具备多目标的打击。例如像我们刚刚讲到，如果你是挂 J 秀距外陆攻的这样一个武器的话，它可以用来攻击固定的，例如说以我们在开战前已经侦测重要的陆上雷达站，包含弹道飞弹的储存场或者说是发射点等等，它可以借由这些GPS 定位导引的这些武器呢，在距外加以攻击。那像反辐射飞弹来说的话，它可以针对类似像包含大陆的这个防空雷达系统之中这些搜索雷达以及进行锁定的这些照明雷达等等这一系列的甚至雷达模组进行这样一个攻击，让这个我们的这个任务呢可以进行所谓的敌防空网压制 SEAD 的这样的任务。因为其实对我们来讲，今天如果说一旦双方的情势真的进到军事冲突的这个阶段，对方一定会用一波又一波的包含地对地的这个弹道飞弹，以及呢长程的炮兵火箭，对我方进行一个多波次的这样一个攻击。但是我们如果一旦被攻击以后，我们不可能用我们现有所有的防空飞弹去做无限制的拦截，我们一定要动用到 F-16战机去对对方进行这种所谓的源头打击。那这个时候一架 F-16V 战机，它如果说今天有部分的战机是吸挂 J 秀，一部分的战机是吸挂 AGM-88， 或者说是甚至未来先进的反辐射飞弹，那还有一部分的这个战机呢吸挂 JDAM 的这样一个武器，它可以依照它所要打击目标的不同远近等等，借由这些战机组成机队以后分层攻击。虽然说我们只有 F-16一种战机，但是同样的我们也可以用 F-16战机呢建成一种所谓的弹种组合机队，也就是说一架 F-16战机借由这个挂架以及携带这个弹种不同，可以执行分别不同各种类型的这样的任务。那当然 BRU-57A 它配合 JDAM J 秀或是WCMD WCMD 什么呢？就是次界弹撒布器，是不是能够有效的压制共军的 A2AD 也就是它的这个反区域拒止的这样的能力，以及呢压制中国大陆的防空网，对中国大陆的地空的导弹旅的作战节奏会造成哪些具体压力？其实以我们现在来说的话，我们最重要的是能够透过包含先进的这个反辐射飞弹系统，逼迫它的防空雷达系统必须在我们的反辐射飞弹的压制下必须要关机。因为我方的反辐射武器
在威胁对方的防空系统下，如果能够逼迫对方的防空系统短暂的关机的话，其实对于我方的攻击机队就是非常大的一个注意。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攻击机队进去的时候，对方的这个防空雷达系统由于遭到我方利用包含像这个反辐射飞弹或是 J 秀，就是我们看到图上的 F16战机释放这个 AGN-154它可能因为这个武器的进行攻击，它必须要进行关机，这个时候就会完全打乱了它对我方战机的这个拦截节奏。那我方战机就可以透过打乱对方拦截节奏之中呢，去找到对方这些重要的这个威胁源，透过类似像 J 秀这个长程公路飞弹，或者是SLAM ER 等等，进行一系列这个源头打击，或者呢利用这个 WCAMD 这种所谓的先进刺械弹撒布器，然后呢飞到对方的这个机场上空进行刺械弹的撒布，然后或者说如果面对到对方的登陆舰艇出海，我们也可以利用到像 JDAM 这个东西呢，对敌方的这个舰艇进行这种所谓的 Quick Sink。为什么叫 Quick Sink 呢？之前JDAM 拿来打这种海上的这个舰艇的时候呢，当一枚 JDAM 如果2000磅 JDAM 穿透了敌方舰艇的甲板，并不引爆它，而是穿破它的船底，再到它的船底下方之后再引爆。通常如果说今天是一个1000磅或甚至于2000磅的这个 JDAM 在这个船的龙骨下方引爆的话，它的破坏率远超过一枚533公里的长程的重型线导鱼雷，它所造成破坏力往往会造成一艘上万吨的作战舰艇瞬间丧失作战能量，甚至要沉没。所以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如果能够让 F16战机妥善的进行这种不同武器的挂载，以及呢在攻击的节奏上利用反辐射飞弹逼迫压制对方的这个防空网之后呢，挂载 J 秀或者是 JDAM 的战机就可以进到对方的这个领空上空呢，去对于我们威胁性最大的这些目标加以压制性攻击。其实呢，就可以让我方就不至于完全处在遭到对方一面倒这个军事压力以及军事的攻击下。在共军大规模2栖登陆的这个情境中F16V 挂载这种复式炸弹架的反登陆效益如何？能否在第一波登陆前摧毁舟波跟后续舰？当然，这个最重要就是当对方发动2栖登陆的这个作战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空军战力能不能保存到那个时候？当共军已经开始要准备发动大规模2栖登陆的时候呢，那这时候我们的 F16V 如果它还具备一定的这个生存性的话，当然一定会对于共军的水面舰造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威胁。因为在这个情况下，你的 F16战机一架它可以就吸挂原本战机倍数2倍的这样一个武装，譬如说甚至于一架 F16V 来说的话，甚至可能可以挂到8枚精准导引武器或是对地的武器。但是当然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也必须要了解，这个时候的 F16B 就会变成相当脆弱的一款飞机。为什么？因为它就不具备这个高机动的这样的性能，所以就是说它也需要由其他例如具备防空网压制或是反辐射能力的这个 F16战机的护航，以及呢空优战机的护航。也就是这个时候我们依然是需要进行这种所谓的机种联合作战。F16战机它必须要有空优构型，必须要有反辐射构型，以及搭配杀手的架构，这3种构型呢一起进行进攻，然后由空优战机进行空优的这个夺取，然后呢反辐射的战机呢进行敌防空网压制，让对方的这个防空网相对来说必须要为了要拦截我方的这个舰艇，包含水上的舰艇或是陆上的系统都必须要加以关机。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战机呢对于这个敌方的这个舰艇或者说登陆部队进行这种铁手打击的时候，它就可以用好这个精准导引武器例如发动我刚刚前面讲到的 Quick Sink 快速集成的这样一个战术战法，将雷射导引炸弹击中对方的船艇之后，不在船身内爆炸，而是到了龙骨下方再引爆的时候呢，它造成的这个破坏力，其实对于敌方的这个舰艇来说其实是更大的。那当然，如果共军以饱和式的这个飞弹攻击压制台湾的这个机场 ，F16V 在分散作战也就是说利用高速公路的战备道或是战损后起降的时候呢 ，BRU-57A 如何能够提升有限架次的这样的火力输出？因为其实我们刚刚讲到这种这个复式的这个炸弹架，它让原本一个可以挂1枚炸弹的这个炸弹架增为2个，2个增为4个，4个增为8个，所以它可以大幅提升 F16战机的挂载量。但是当然，这个时候 F16战机它会仰赖跑道这个部分就更大，因为你挂了这么多的空对地弹药，势必你就必须要更完整、更安全，甚至更长的跑道才能够让战机起飞。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的空军基地如果遭到对方的攻击，如何能够快速的恢复起降能力，成为我们这些空军基地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例如像我们看到台湾其实
是像这个嘉山或是台东的制航基地，我们的战机是可以由山洞中掩体直接快速的滑进主跑道来进行起飞的，所以就必须要利用这些有限的这样一个时间的这样一个窗口，让这个战机升空。当然，这些战机一旦升空之后，这个时候我们刚刚讲到，你透过这种复式炸弹架，让原本一架飞机原本可能只能吸挂2枚或4枚的这样一个F-16战机呢，增加到4枚或是8枚的这样一个携带量。那当然，它升空以后，也就更仰赖空军基地的这个完整，让它执行完任务还能够回到基地，能够进行重新的潜力装挂以及再出击的这样一个部分。那当然，有了这种炸弹架，会让你原先一架 F-16的攻击效能一架变2架，2架变4架，4架变8架。但是当然更重要的是，同样的你还是要有足够的战机能够维持这些战机的这个空优能力。也就是说，你在这个情况下，你出击的战机由于吸挂更多空对地武器的 F-16战机会变得非常的笨重以及缺乏空中的灵活缠斗性。这时候你就需要有更多的战机能够在空中护卫它的安全。所以因此变成让我们有限战机的有限战机要执行空中任务，有限战机的有限战机也要执行反辐射任务，还有有限战机的有限战机更要进行有限架次的火力输出。因此 F-16战机对于未来的台澎作战来说的话，它的重要性其实真的是不言可喻。那当然 BRU-57A 是否足以让台湾的 F-16V 执行多轴多点精准饱和攻击？台湾是否有能力用20到30架的 F-16V 在10分钟之内压垮解放军的这个地面雷达网？这个题目我将会在我们会员专属影片中为各位资深军迷回答，请订阅频道，加入会员，解锁更多军武会员专属影片。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周2晚上8点再见。